大家想必还记得，在世界轻武器的发展史上，有那么一朵奇葩，那就是英国的 SA-80枪组。SA-80的第一代，尤其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L85A1，以其令人发指的混乱设计、丧心病狂的质量控制以及灭绝人性的低可靠性，让整整一代英国士兵手上的步枪成了烧火棍。然而，如果我说在 SA-80推出的同一时期，在阿尔卑斯的群山之中，还有一款划时代的无托突击步枪诞生。它不但结构可靠、坚固耐用、做工精良、设计完善，甚至和 SA-80一样，衍生自阿马莱特的 AR-18突击步枪。整个故事是不是就变得更加有趣了呢？没错，它就是奥地利斯泰尔公司出品的 AUG， 世界上第一把大规模列装的无托式步枪。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的上百支部队都采购了这把传奇武器。更有甚者，英国的 SAS 一度拒用 SA-80， 但却给同时无托结构的 AUG 打开绿灯。那么 AUG 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奥地利 AUG 的传奇故事。说到 AUG 的诞生，那就不得不提一个人，奥地利武装部队的沃尔特·斯托尔上校。上世纪50年代末，斯托尔上校接到奥地利军方的委托，要求他的军事技术办公室牵头，与奥地利军队寻找或研制一种威力没那么大的子弹，还有与之配套的步枪。这一点其实是有些奇怪的。当时的奥地利虽然不是北约成员，但奥地利和北约在军事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不久之前，奥地利陆军刚刚列装了 STG-58 突击步枪。所谓的 STG-58 其实就是 FAL 的奥地利定制版，发射的也是北约标准的 7.62 毫米子弹。作为 FN 公司出品的一代神枪 FAL 很受士兵的欢迎，但问题在于它的威力实在是有点太大了，远远超出了大多数士兵的需要。而且 7.62 毫米全威力弹连发时的后坐力也让奥地利士兵脆弱的肩膀直呼受不了。因此，自打1958年奥地利采用 FAL， 奥地利的军械部门就遭到了各级武装部队的围攻。不少老兵纷纷表示，感觉不如 STG-44。没错，他们认为比起 FAL 发射中间威力弹的 STG-44 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与此同时，苏联的 AK 系列突击步枪也已经走向了成熟。在 AK 系列上，苏联人同样接纳了 STG-44 上的中间威力弹概念，用 7.62 毫米的短弹实现了威力和后坐力的平衡。因此，斯托尔上校接下军方任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依着葫芦画瓢，开始研制一种新型的短弹。最后的成果就是所谓的点30斯尔托短弹。这款短弹的开发思路也很简单，就是既然德国人能够把 7.92 的毛瑟弹缩短，弄出来 STG-44 上的库尔茨子弹，我们自然也可以把北约弹砍掉一截，搓出一个中间威力弹出来。好了，现在子弹有了，接下来该找一把能够发射它的枪了。和斯托尔短弹同期开发的是一款被叫做斯托尔冲锋枪的奇怪圆形枪。根据奥地利人自己的说法，斯托尔冲锋枪是一把突击卡宾枪，但实际上很多朋友可能都能看出来，斯托尔冲锋枪的主体基本上是照抄乌兹冲锋枪的，只不过加了个木质枪托，并且把枪管换成了一个 M1 卡宾枪的枪管。显然，这种缝合怪式的设计必然不会是什么好枪。而且斯托尔上校对那个短弹的弹道性能也很不满意。一时之间，奥地利自有突击步枪的开发似乎陷入了僵局。然而，就在这绝望的时刻，大洋彼岸的自由国度美利坚，阿马莱特的一声枪响，给奥地利送来了传奇步枪 AR-15， 以及点223雷明顿子弹，也就是后来的 5.56 毫米北约子弹。斯托尔上校立刻就发现了 AR 系列突击步枪以及 5.56 毫米口径子弹的巨大潜力。他看了看他自己搓的斯托尔冲锋枪，再看看隔壁斯通纳设计的 AR-15， 果断放弃了斯托尔冲锋枪以及中间口径突击步枪的概念，以100米冲刺的速度拥抱了 5.56 和 AR。 不过，虽然 5.56 这个子弹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要说给奥地利军队全面改成 AR-15 倒也不太现实。你们美国的这个 AR 它确实好，但是不符合我们奥地利的国情啊。1955年，奥地利发表了中立宣言，该法的第2部分规定，奥地利永远不加入任何军事同盟，也不会在其领土上建立任何外国军事基地。因此，奥地利武装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奥地利的中立地位。它与北约的关系仅限于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而这个和平伙伴计划是非常宽泛的。
有多宽泛呢？2024年的俄罗斯都还在这个和平伙伴关系计划里，也就是说，从欧洲牵条狗都可以说是北约的和平伙伴。而说到奥地利的本土防御，正如我们开头所说，奥地利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奥地利国土面积的2/3都被大大小小的山脉占据。作为一支防御性的军队，奥地利陆军必然会在阿尔卑斯的群山中作战。因此，无论是哪种武器，想要进入奥地利军队服役，都要经历阿尔卑斯山的严酷考验。而 AR-15 的可靠性在那个时候还是一个问号，甚至是一个惊叹号，自然不可能得到奥地利人的青睐。通过分析 AR-15 的结构，他们发现以奥地利的军工实力，完全可以制造一种比 AR 更简单、更紧凑也更可靠的发射平台。正因如此，斯托尔上校的任务也变成了设计一款可靠性好、能够发射 5.56 毫米子弹的突击步枪。随之而来的就是所谓的通用陆军步枪项目，取首字母缩写就是所谓的 AUG， 仍然由斯托尔上校主持。但是还没等他高兴2天，军方的正式要求就出来了：新枪的射击精度不能低于 FN/FAL， 整枪的重量不能大于美国的 M16 步枪，全长不得超过现代冲锋枪的长度。在恶劣环境中使用时，可靠性还不得低于苏联的 AK-47 和 AKM 突击步枪，并且还要是模块化设计，同时发展步枪、卡宾枪和轻机枪3种枪型。斯托尔上校当时就觉得军方疯了，你们想弄死我，大可以直接枪毙我，没有必要绕这个圈子吧？我凑的那个斯托尔冲锋枪，你们又不是没见过，他们把2个世界的枪王捆在一起来拷打我，是不是有点太看得起我了？当然了，这么沉重的担子也不能由斯托尔一个人来扛。奥地利能接下这个重任的研发团队虽然不多，但也不是没有。于是乎，为 AUG 项目添砖加瓦的第2个势力就出现了，那就是奥地利的国宝企业斯泰尔戴勒姆普赫，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斯泰尔。不过嘛，这个时候的斯泰尔正在忙 SSG 69狙击枪的开发，腾不出手。等到他们完成这把枪的时候，已经是1969年了。斯泰尔的研发团队马不停蹄跑到斯托尔上校的办公室，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这一看不要紧，斯泰尔的工程师当场决定，既然要整模块化，我们不如连着冲锋枪一起搞，4种枪型并驾齐驱，而且通用绝大多数的零部件。1971年 AUG 项目的第1把原型枪出炉。关于这把原型枪，我们目前对它知之甚少，但从为数不多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后来定型的 AUG 上的很多元素已经出现在了这款原型枪上，比如可快速更换的枪管、无托式布局等。而且斯托尔上校确实对于缝合式造枪有着非常深厚的执念。大家看到这把原型枪的第一反应就是它好像和 AUG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再仔细一看，应该就能看出来，它的护木部分和 FAL 十分相近，甚至有可能是用 FAL 的现有零件加工出来的。但大家再仔细看看，问题却更多了。你这枪到底是不是正经枪啊？怎么看着像是 AI 画的呀？它的扳机去哪儿了？实际上，为了完成奥地利军方不可完成的任务， AUG 的开发团队从一开始就剑走偏锋。因为要同时发展轻机枪、步枪、卡宾枪和冲锋枪，枪的机械结构部分最好尽可能的短，因此选用了当时还不太常见的无托设计。这把 AUG 原型枪看似没有扳机，实则是由于引入了一个新型的快慢机系统，而临时将扳机布置在了弹匣的上方。对于普通枪械来说，要调节半自动和全自动模式，需要通过枪械侧面的拨杆来进行。而 AUG 的选择设计要简单得多，它不使用单独的拨杆，而是使用一个2段式的扳机，以不同的压力来触发。当射手以35牛的最小力度扣动扳机的时候， AUG 执行的是单次射击。如果射手加大力度将扳机移动到下一个压力点，也就是用超过75牛的力来扣动扳机的时候， AUG 就可以进行连发的持续射击。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不联想到当时德国2战时期的 MG34。 德国当时为了适应不同的作战需求， MG34 上使用了双月牙型扳机，扣住上半段就是半自动，扣住下半段就是全自动。和 AUG 上的双压力扳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个设计大概也是吸纳了一些奥地利老兵的意见。AUG 这个扳机的好处就是不需要盯着射击选择柄看，也不用担心它被勾挂，但也有一些观点认为，在压力较大、战斗状态比较紧急的情况下， AUG 的这个双压力扳机反而是一种败笔和累赘，因为士兵可能会用力直接扣死扳机，触发 AUG 的全自动连发，然后压不住枪，导致人体秒变。在 AUG 的下一个版本中，它的长相更奇怪了，整把枪长得像是一张表情包。好吧，这又是 AUG 的开发团队的另一项创新了，
如果大家玩过 CS， 就会发现这个 AUG 和另一款西格552、553是游戏里唯一能够开镜的突击步枪。实际上，游戏中的西格能开镜，完全是作为游戏内平衡考虑的，而 AUG 才是真正的出城自带瞄准具。当时 AUG 设计师们就在考虑，机械瞄具太难用了，视野又不好，不如直接标配光学瞄具，确保步枪在中距离上的准确度。基本版本的 AUG 安装的是一个 1.5 倍放大倍率的光学瞄准具。当然了，考虑到战场上的复杂环境， AUG 其实还是做出了一点小小的妥协，在瞄准具镜筒的顶上还藏着一套机械瞄准装置，如果瞄准器在战斗中损坏或者脏了，就可以用上方的机械瞄准具应急。AUG 瞄准镜的分化和其他瞄准具多线条组成的分化完全不同，只有一个黑色的圆圈，但可不要因为这个分化简单就小看了它，觉得它没什么技术含量。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设计。这个黑色圆圈的内径为6线，外径为12线，一线就是在1000米的距离上覆盖1米的宽度。300米内的人形靶，只要用这个圈往上一套，基本上就跑不掉了。再远一点的目标，只要把内圈的底部和目标对齐，就可以轻松地命中敌人的躯干部位。因此 AUG 这个圆圈分化又被士兵们称为死亡甜甜圈。不过好事多磨， AUG 的这个瞄准镜从出厂到实际定型也颇费了一番功夫。奥地利知名玻璃厂施华洛世奇几经波折才终于搞定了这个瞄准镜。除了这套精巧的瞄准系统以外， AUG 的工程师们可以说是集百家之长，在 AUG 上完全释放了他们无处安放的创造力。在这个圆形枪上，他们实验了双导气活塞、模块化设计、快速更换枪管、塑料击锤等一系列非常激进的想法。这一块我们接下来还会仔细讨论。总之，经过了多个版本的迭代，大概到了1975年的时候， AUG 算是有了一个基本确定的原型。但这个时候的 AUG 实在是难堪大用，因为引入了太多的新技术， AUG 就像是一个四处漏风的破房子，只要给它2巴掌就会散架。早期原型枪甚至只打2个弹匣就会直接卡死。然而，正如同德国 HK 改良了 SA80， 让这把半身不遂的武器起死回生一样，恰逢此时斯托尔上校退休，奥地利军方这边直接请到了一位重量级人物，奥地利陆军少将格洛克17手枪的设计者弗雷德里希·德尚，由他亲自操刀拯救濒临破产的 AUG 项目。而斯泰尔这边也换了主管，新上任的是乌尔里克·泽德洛瑟，此人曾在博莱塔研发部门任职，后来更是领导开发了斯泰尔 ACR， 也是一代传奇人物。总之，这2个重量级工程师的史诗级结合，最终让 AUG 起死回生，成功诞生了史上最优秀的无托式突击步枪。1977年，奥地利军方让 AUG 与同期的 FN、FAL、FN-CL 和捷克的 VZ58 以及美国的 M16A1 进行了对比实验。AUG 的性能表现可靠，验收故障率只有2%，而且在射击精度、目标捕获和全自动射击的控制方面表现优秀。100米的距离上，6发子弹可以打进一个10厘米的圆内。经过技术验证和部队试验后， AUG 于1977年正式被奥地利陆军采用，并正式命名为 STG-77。 AUG 步枪和计划中一样，采用了当时非常先进的模块化设计，全枪一共6大部件，分别是枪管、机匣、击发与发射结构、自动机、枪托和弹匣。所有的这些零部件都是可以丝滑互换的，而且拆解也不需要工具，徒手就可以完成整枪到模块的分解，极大的减轻了战场上保养的负担。我们接下来就来仔细看看这些部件上有哪些有趣的设计。首先，我们来看看枪托和枪身部分。正如大家所见， AUG 采用了大量的塑料零件，整个枪托的材料由玻璃纤维增强的尼龙66制成。比起同等厚度的金属零件来说，不但强度高，不易变形，塑料也不会生锈，维护起来要方便很多。根据奥地利军方的测试， AUG 上的塑料部件可以承受10万发以上的使用寿命。既然说到塑料件了，这里我们还要考察一个问题，那就是 AUG 的重量问题。许多人都会说，由于使用了塑料件， AUG 的重量被大幅度减轻了。这句话对，但是也不全对，因为 AUG 的空枪重量为 3.3 公斤，和 M16A4、AK47 的重量差不多。那么问题来了， AUG 用了这么多塑料件，怎么重量没差多少啊？一方面，在普通的步枪上，枪托的重量其实在整枪里面占不了多少，而无托式布局的步枪并不能消灭传统步枪上的机械结构。更有甚者，有的时候无托式步枪的结构还要更加复杂一些，例如需要更长的连杆来连接扳机和枪机等，都在无形之中增加了重量。不过嘛，无托布局在重量这一块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因为它的重心比较靠后，枪身短，导致质量分布更集中。对于射手来说，端着更不容易累。说到端着 ，AOG 并没有像普通的步枪那样设计一个护木结构，而是自带了一个可折叠垂直握把。垂直握把在现代的突击步枪上并不算什么罕见的东西，大多数有皮轨的突击步枪都能装个垂直握把上去。不过 AOG 的这个握把还不是一个单纯的握把，它是和枪管快拆联动的，而这就是 AOG 上的另一大特色了，那就是快速更换枪管。前面我们说到 AOG 具有着模块化的设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根可以快拆的枪管。一般来说，快速可换枪管的概念往往是出现在机枪上，因为机枪射速快，又需要长时间的提供不间断的压制火力，枪管过热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但是在突击步枪上，枪管过热的情况并不是很常见。AOG 上的可更换枪管设计是为了让它根据不同的战术需要，快速的更换成另一把枪。通过更换枪管和其他部件， AOG 可以在几分钟内迅速的从突击步枪转换为卡宾枪、轻机枪，甚至是冲锋枪。无枪托设计的一大特色就是在相同的枪管长度下，枪身的总长短了不少。例如同样是20英寸的枪管， AOG 的总长度只有79厘米，而没有采用无托结构的 M16 则来到了100厘米左右。可不要小瞧了这20厘米，在狭小的各类载具中，几个厘米的差距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散兵空降的情况下更是这样。许多比较长的步枪往往需要卸下枪管再装进枪袋里，比较繁琐，而无托式的设计就能比较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AOG 机甲的部分。 AOG 采用了一个短行程导气活塞系统，这个系统其实是从 AR-18 上来的。各位如果记得我们之前聊过的 L85A1 或者说 SA80 系列步枪的话，可能对这把枪有点印象。虽然 AR-18 的整体性能和销路都不是很好，但由于其缓冲机构完全包含在机甲内，很适合改造成无托设计，所以 L85A1 的内部结构有很大一部分是照抄 AR-18 的。再加上它的短行程活塞比较成功，后来有不少突击步枪都借鉴了这个结构，例如 HK416、SCAR、日本的890式、台湾仿造的 T65 步枪等等。而 AOG 的导气系统也借鉴了 AR-18 的短行程导气活塞系统，它的优点就在于可靠性较好，精度表现也不错。由于运动行程短，活塞反冲携带的能量也少，后坐力相对更容易控制。不过 AOG 上的活塞还有点不太一样，它的活塞和附近弹簧被装在了枪管里，和枪管组件是一个整体。至于枪栓方面，则使用了一个 AR-15 同款的旋转托尔枪栓，在枪膛打开的时候，这个枪栓上的小爪子一样的闭锁托尔会将枪栓的角度锁定，确保它不会因为转动导致枪栓错位，出现闭锁失败的情况。最妙的是，当枪栓上的托尔进入耳轴的时候，枪栓上的这个闭锁托尔会和枪膛锁定，这个时候枪栓继续进入枪膛，就可以转动实现枪栓的闭锁了。这样一来，不但对机甲的加工要求降低了，而且枪械的闭锁可靠性也有所提高，让我们不得不高呼天才设计。当射手扣下扳机的时候，火药发射产生的反冲会作用在枪栓上，然后有两根长长的导向杆传递给前面的垃圾柄和气缸。在一开始 AOG 的设计团队其实是想采用双活塞的，但是这个结构太复杂了，而且子弹的燃气冲击两边活塞的力不均匀，会出现两根导杆打架的情况，很容易出现可靠性问题。这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边是驱动垃圾柄，一边冲击气缸的单活塞结构。不过 AOG 改良后的这个单活塞结构同样存在受力不均的问题，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导杆和导杆套之间的摩擦力上升，从而影响 AOG 的正常动作。那么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AOG 团队最终的方案就是提升这两根导杆的加工精度和表面光洁度，这才有了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两根银白色像镜面一样的导杆。另外 AOG 的主附近簧是固定在枪托内部的，在一般的拆解过程中，大家甚至看不到它，因此不会出现弹簧乱飞的情况。而除了主附近簧外， AOG 的枪托里还有几个有意思的东西，一个是它的击锤和扳机组件，大部分也都是塑料制成的，只有实在不能用塑料的，例如弹簧等部件，采用了金属材料。接下来就是抛壳口了。如果说哪些人最恨无托式步枪，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左撇子。因为无托式步枪的结构原因，抛壳口的位置相对靠后，如果是右利手，最多只是火药气体的味道比较浓，到了左利手的射手身上，就会出现抛出的子弹直接打在脸上的情况。而 AOG 的抛壳方向是可以定制的，大家在一些图片上就能看到，在 AOG 的左侧有一个被封起来的位置，那就是 AOG 的另一个抛壳口。如果射手是左利手，就可花费几分钟的时间把 AOG 的抛壳窗位置从右换到左边来。而 AOG 的弹匣也是比较独特的，它是一个半透明的聚合物弹匣，
据说一开始的时候，斯泰尔是准备用全透明弹匣的，但是因为全透明的工程材料强度不过关，有可靠性和耐久性问题，因此最终还是换用了这种半透明的材质。AUG 的弹匣实际上有2种规格，标准的是30发，扩容的是42发。后来到 AUG A3 版本上，也可以兼容 AR 标准的斯塔纳格弹匣。不过，如果使用斯塔纳格弹匣的话，空舱挂机释放按钮就用不了了，只能说各有利弊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AUG 的几个变体。首先是最初的基础版斯泰尔 AUG A1， 有橄榄色和黑色2种配色，包含了一个一体式的 1.5 倍光学瞄准镜。接下来是 AUG A2， 一体式的瞄准镜改为了皮卡丁尼导轨，瞄准镜可以替换了，折叠式握把也可以换成2脚架。最新的也是最广泛的 AUG 变体要数 AUG A3， 引入了前面提到过的空舱挂机释放按钮，其他部分和之前的都差不多。之后是 AUG HBAR， 也就是重型枪管版本，这就是 AUG 的轻机枪变体，换上了24寸的重型枪管，并且枪机被配置为了开放式的，更适合持续射击。AUG PARA， 也就是 AUG 的冲锋枪型，换上了特殊的9毫米枪管，发射 9x19 帕拉贝鲁姆子弹，枪托部分是完全通用的，只是要装上一个特殊的弹匣适配器才行。虽然 AUG 并不是第一支无托步枪，但 STG-77 不但领先他百病缠身的英国亲戚，先一步进入奥地利军队服役，更是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支被广泛采用的无托式步枪。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 AUG 的优点几乎全都是冲着 SA80 去的， SA80 上的所有不足几乎都是 AUG 的闪光点。L8 唯一很重，将近5公斤，这个重量甚至比装上重型枪管改装为轻机枪的 AUG 还要重。SA80 维护困难，结构复杂，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 AUG 这把枪极其容易分解和保养，很多新兵只需要1天的时间就可以学会如何精准的射击，并且进行简单的维护和清理。时至今日， AUG 在不断的完善中，最终衍生出了目前最流行的 AUG A3 系列突击步枪。除了奥地利以外，突尼斯在1978年就开始购买 AUG， 据说至少购买了7万支。阿联酋、马来西亚等国也不甘落后，相继购入了大量的 AUG。澳大利亚最开始买了67000支，后来干脆找斯泰尔谈到了特许生产和销售权，开始在澳大利亚生产 AUG。 到了90年代中期，已经生产了超过28万支。新西兰本身准备采购 M16A2， 但看隔壁的好邻居澳大利亚这么喜欢 AUG， 也改为装备 AUG。 不过被截胡了的美国佬心眼小，1989年老布什发布了行政命令，把 AUG 列入了不具有合法运动用途的外国制造的半自动步枪的名单里，禁止美国用户采购 AUG。然而，随着 AUG 的大火以及进口禁令的松动，美国的许多执法单位，甚至是美国海岸警卫队，也采购了相当数量的 AUG。凭借过硬的质量，可以说作为无托式步枪 ，AUG 在商业上绝对是最成功的那一批。许多人因此会说 ，AUG 步枪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 AUG 身上有许多革命性的设计。不过，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AUG 实际上是把以往多种已知的设计结合起来，不论是聚合物枪身、无托概念、短行程活塞、模块化设计，甚至是施华洛世奇出品的瞄准镜，都称不上 AUG 的原创。你可以说它缝合，也可以说它借鉴抄袭，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抄得高明。AUG 将这么多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枪械设计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把既美观又可靠的现代化武器，引领了一代无托式武器的风潮。直到今天，仍然以其优秀的人体工程学、良好的可靠性和不错的精度，吸引了许多国家的用户。